Hello， 你好，我是莹莹，欢迎收看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载一支影片的荧光笔工作室。那说到我们马来西亚的车啊，你是不是觉得马来西亚的车特别贵啊？别人的国家呢买这一款车啊才多少钱吧啊，可是我们要买同样一款车呢，却要这么钱这样子啊，有这样的印象是不是？那到底马来西亚的车是有多贵呢？其实呢，在2013年的时候啊，就曾经有过一篇报道指出，马来西亚呢是车价世界第2贵的国家哦。而且呢，根据我们不专业的计算啊，在1985年推出的 Proton Saga 1.5的 Top Spec 啊，当时候的售价呢大约是2万令吉左右，就是我们俗称的20千呐哈。但是呢，换算成2024年的话呢，其实是大约4万8千令吉左右。可是呢，今天的4万8千令吉却只能够买到一辆 Iris 或者是一辆 Myvi 而已。怎么印象中回忆里有一个老人家说过哦，如果我们有国产车的话呢，会让我们马来西亚的车子比较便宜的呢？那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汽车又好像没有这样子发展哦，变得越来越贵哦？那今天呢，我们这支影片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马来西亚的汽车工业，要一起来拆解马来西亚国产车保护政策。准备好了吗 ？Let's go！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，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，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。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、民生、时事议题等等。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，也有访谈哦。那有这么多的内容，有兴趣的朋友，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？还没的话，现在就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吧。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，都会准时上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。OK， 回到正片。好，在我们开始深入探讨马来西亚的汽车工业之前呢，我们就要来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。大家觉得我们第一辆在马来西亚奔走的汽车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？50年前、70年前，还是？答案是超过100年前啊！真是没有想到嘞，就知道你可能不相信哦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马上来跟大家就是解释。那是英国人呢把汽车带来马来亚半岛，他们呢就认为啊，马来亚半岛呢有3宝。第一就是锡矿，第2就是橡胶，第3就是马六甲海峡。那为什么呢？英国人会认为啊，锡矿、橡胶还有马六甲海峡是3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英国呢是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呢，当时他们需要大量的这个锡矿、橡胶等等的工业原料来满足英国国内的工业嘛。那马六甲海峡呢，则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海上的 highway， 就让这个英国呢可以很容易的把马来亚半岛所生产的这一些锡矿啊，还有橡胶啊，迅速的运送回去英国。然后呢，为了要更方便的把这3宝控制在手里，那英国呢就开始有了殖民这片土地的想法。而自从呢莱特船长 Captain Francis Light 成功的促使吉打苏丹割让了冰岛之后呢，英国就透过使用更多的政治手段以及军事恐吓呢，很快的就把马来亚半岛纳入英国殖民政府的控制当中。那有兴趣呢，想要知道更多仔细的英殖民时期马来亚历史的朋友啊，记得要留言瞧啊！如果我们看到很多人想看的话呢，我们可能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做一集给大家看的。但是有时候怕就是历史片大家没有什么兴趣，这样就算了咯。好啊，留言让我们知道。接下来呢，英国殖民政府呢就为了要方便这个锡矿还有橡胶的出口嘛，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大量在马来亚半岛修建了公路，并且在1925年左右呢完成了连接马来西亚、新加坡还有泰国的高速公路。那这时期呢，马来亚半岛上的汽车呢都是从世界各地进口而来的品牌，有来自英国的啦，有来自美国的啦，有来自法国的啦等等。那当然呢也少不了豪车的代表，来自德国的 Mercedes-Benz 啦。那这些汽车呢主要是销售给英殖民政府的高官，还有他们的家人，以及一些本地的锡矿业的大老板们。那传说啊，马来亚半岛第一位买车的本地人，你觉得他会是谁呢？啊，我给你一点 hint 啊，他是槟城出生的啊。后来呢，他的势力啊有一点点不止在槟城，还去到了这个霹雳。会有人知道吗？槟城跟霹雳的朋友，就是呢后来成为霹雳锡矿大亨的于东玄。如今知名的这个中药行于人生集团呢，就是他的家族创立的。而于老板的第一辆车呢，便就是豪华的 Master 啦。随着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，马来亚就在1957年独立，并且在1963年联合沙巴还有沙拉越成立了马来西亚。而马来西亚政府呢，为了工业的发展呢，就在1967年批准了6家的汽车工厂的设立，以组装 Volvo、Volkswagen、Toyota 等等牌子的汽车。这算是为马来西亚的现代汽车工业打下了基础。
1982年，在时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的这个推动之下呢，内阁就拍板通过了国产车计划，并且在隔年呢就拉上了三菱，也就是 Mitsubishi 作为这个技术的伙伴，合资设立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汽车公司，也就是 Proton 普腾，并且在1985年推出马来西亚的第一款国产车 Proton Saga。笨蛋傻瓜，小时候就是这样讲。哎呀，等下 Proton 就来告我。这个时候的 Proton 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。根据1993年的资料显示呢，当年呢每出售的4辆汽车当中呢，其中的3辆就是 Proton Saga。食过饭场美的马来西亚政府呢，于是就决定趁热打铁，找上了大发工业，也就是 Daihatsu 合作成立第2国产车 Perodua， 并在隔年呢就推出了第一款小型汽车 Perodua Kancil。就这样子呢，年纪轻轻的马来西亚呢，一下子就有了2家的这个国产车公司，可以说是走路起来都有一等风。那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好奇Proton 是怎么突然之间就会做车了的？其实呢，早期的 Proton 呢是没有自主研发汽车的技术还有能力的，只能够借助跟三菱的合作关系，透过贴牌，也就是 Rebatch 而推出了 Proton Saga 和 Proton Vera。那你是不是想问Rebatch 咩嚟嘅 ？OK， 好，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看这几张图你是不是觉得这2款车子很像呢？很像就对了。那基本上它们就是同一款车。Rebatch 的意思呢，就是指厂商呢把同一款车子呢贴上2个不同的 logo 来卖就对了。那贴牌10多年的 Proton 终于在2000年的时候呢，就推出了第一款自主研发的汽车 Proton Wajah。并也第一次呢把新车的售价提升到了大约6万令吉，是当时候除了 Proton Perdana 以外最贵的这个 Proton 汽车了。然而很快的各种 complaint 呢就排山倒海的涌进来了。购买 Proton 的这一些新汽车的消费者就发现，这些汽车有很多的问题，这样哦。以当时的售价而言呢，它的品质好像不算好哦。有的人就说这是因为 Proton 少了这个三菱的合作关系，所以呢就导致 QC 大跌水准。那更多的人其实是认为Proton 自己是学艺不精啦，还没有掌握到真正的汽车制造技术，就赶着做汽车。那随着这个口碑的下滑呢 ，Proton 的销售表现呢也开始慢慢的停滞不前，并且在2006年的时候呢，同门师弟 Perodua 超越了他弯道超车，于是呢就让他丢失了马来西亚 No.1 的宝座啦。听到这里是挺 Q 的，是。港都有啱嘅喎，現在你在路上你看不到以前的瓦家的普拉納了，你還會看到 Vera， 還有干椒但是你看不到瓦家的車子。真的咯，有少就是那種斑驳的感覺。早在当初推动国产车计划的时候呢，马来西亚政府就为了要更好的照顾这个 Proton 这个马来西亚工业未来的希望，也就是蹭商仔啦，就开始呢大幅度的调整国家汽车政策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国产车保护政策啦。有没有人听过嘞？我相信大家都很多人听过啦，但是 maybe 年轻的朋友们未必有听说。其实呢，其中最为诟病的就是莫过于提供给 Proton 高达50% 的关税优惠，并且提高进口汽车的关税，人为操作的让 Proton 车子的价格呢变得更加的便宜，以吸引更多的顾客。那留意当年的进口汽车的关税是高达300%让所有的进口汽车呢就活生生的比起国产车贵了30%以上。除此之外呢，政府也推出了进口车的汽车进口准证政策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AP。 在这个政策之下呢，所有的进口汽车都必须要提前到相关部门获得 AP 才可以进口，而 AP 的这个费用计算呢却是相当的不透明，而这些原因都是马来西亚汽车价格一路高升的原因之一啦。那随着马来西亚政府签订了东协自由贸易协定，在2010年生效，马来西亚为了要提高跟东盟各国的这个贸易合作，就调整了来自东协国家商品的这一个进口关税，那其中就包括了汽车。那这是马来西亚政府呢第一次逐步放宽汽车保护政策，而 Proton 显然并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个转变哦。当时候呢，依然是自以为感觉良好的 Proton 呢，就在2014年宣布要做这个转型计划。那视这个 Proton 为参商仔的这个前首相马哈迪就表示，咱们家的 Proton 现在会从一个制造 cheap car 的厂商 upgrade 到成为一个制造 world class 汽车的厂商是这样子想的。Proton 汽车到底有没有 world class 的品质呢？这不太好说但是呢，我们却可以看到价钱却首先变得 world class 起来。
同年开始销售的 Proton Suprema S 的价格呢是高达8万令吉哟。然而呢，现实却是残酷的，消费者完全不认同当时候 Proton 的这个转型计划，并且通过自身的消费选择惩罚了 Proton。2016年 ，Proton 在迎来历史新低的这个业绩啊，不但在国产车的比拼之上呢，完完全全输给了 Perodua， 更是被 Honda 所超越。2017年，在亏损和债务当中呢，苦苦挣扎的这个 Proton 呢，没有办法，就只好找上了吉利集团，以49%的股权作为代价，让吉利集团成为 Proton 的新合作伙伴，并在这几年呢，推出了也是贴牌的这一些 X50啦、X70啦，还有 X90系列的汽车，让 Proton 呢重新站稳阵脚。像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汽车昂贵啊？2008年的时候 ，Proton Saga BLM 的售价呢大约是3万令吉，而 Perodua Myvi 的售价大约是4万令吉。但是来到了2024年 ，Proton Saga 的这个售价呢稍稍提高了一点，大约是接近3万5千令吉。然而 Perodua Myvi 的这个售价呢已经是来到大约4万6千令吉。来看到这里，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到底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马来西亚这个汽车保护政策呢？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是 AP 呢？留言让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以前呢就是有听说过呢，我们马来西亚汽车的关税呢是有300%这么的高啊，我就觉得说怎么这么不合理，然后一直都很想要去搞清楚。终于呢，就在荧光笔的这个频道成立之后，我就可以借着我自己想知道的事情呢去做节目，然后让自己跟让大家知道啦。不知道今天这支影片有没有让你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实呢？那都欢迎留言跟我们说一说哦。那对了，关于这一个汽车的部分啊，我们之前呢有做了一支影片，那里面呢就跟大家分享了马来西亚到底为何会成为车依赖大国啊，里面呢跟很多的事情都非常有关联，也很精彩。如果你还没有看的朋友呢，可以去找来看啦。那至于你是不是一些汽车相关行业的朋友呢，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分享也许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多补充的，或者是漏掉的，都请在留言区留言分享哦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频道的朋友呢，我们是专门做跟马来西亚的文化、历史、社会相关议题的这一个 YouTube 频道，你可以在这一些 social media 去 follow 我们，或者是每个月1杯奶茶的钱就可以帮我们做更多的影片以及走更远。我是莹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